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 APP 微信、微博，敬请关注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280期迷彩虎讲堂，我是你们的忠实战友迷彩虎。如果要有哪种人类使用过的武器最臭名昭著，那生化武器无疑位居榜首。作为能以极小剂量造成大量伤亡的存在，生化武器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与死神为伍。今天虎哥就来和大家聊聊传说中的生化武器。说起生化武器，很多人会自然联想到电影《生化危机》，那人类被病毒转化成嗜血丧尸的情形简直不要太惊悚。不过虎哥表示，生化武器的含义可不仅仅是电影描述的这么简单，但现实却远比电影来的惊悚。生化武器是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的合称。先来说说化学武器。作为一种利用有毒战剂杀伤敌方有生力量的武器，化学武器在一战时期被大量使用。参战国使用的各种化学毒剂达12万吨，造成约130万人死亡。而此后，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地区冲突，化学武器始终阴魂不散。理论上，化学战剂可安置到目前几乎所有的弹药类型上，通过爆炸、燃烧、喷洒等方式快速投放，并可随风扩大污染范围。在类别上分为神经性毒剂、依赖性毒剂、失能性毒剂等6大类。我们熟知东京地铁袭击案中，恐怖分子使用的就是神经毒剂沙林。这类毒剂主要攻击神经系统，造成受害者的神经功能紊乱，直至死亡。而诸如芥子剂一类的糜烂性毒剂，受害者即使没有当场死亡，也会继续忍受皮肤溃烂、感染的煎熬。更要命的是，其实许多化学产品是属于军民两用的存在。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氯气，我们日常的自来水的消毒就会用到氯气，但同样的，它也是广泛使用的窒息性毒气之一。而多数化学武器几乎都无色无味，甚至像塔邦一类的神经毒剂还会散发出水果香气。因此，在大多数化武袭击中，受害者往往毫无察觉就已经被放倒了。而相比化学武器这类立等可取，它的兄弟生物武器就可以说是慢工出细活的代表。生物武器利用致命微生物在军事行动中杀死敌方有生力量。相比化学武器的猛烈毒性，生物武器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极强的传播能力。当年蒙古人进攻克里米亚时，就将感染鼠疫的尸体投掷进城中，导致城中鼠疫横行，进而导致了14世纪黑死病的大爆发，欧洲人口锐减了近50%。二战时期，臭名昭著的日本731细菌部队在中国战场广泛投放鼠疫、伤寒等细菌武器，其残留的细菌武器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危险。有人说，生物武器就是廉价原子弹，如果要达到1平方公里50%的致死率，所需生物武器的成本仅为1美元，并且类似炭疽胞类一类的微生物可以保持几十年的活性。一些恶趣味的科学家甚至提出将不同的病毒和细菌融合，提升生物武器的威力。当然，虎哥后来就再没见过他们了。虽然生化武器的危害极大，但其使用却也受到很大的限制。且不说在战略地区使用这种东西会招致全世界的指责甚至制裁，其实看似强大的生化武器本身也是个六亲不认的家伙，稍有不慎连自己也会遭殃。德军在一战中使用氯气攻击英法联军，但也搭上了己方上千名士兵的性命。天气、温度等因素都会极大影响武器效果，或许一场大雪就能拯救成千上万人呢。至于生化危机的剧情，大家乐一乐就好了，毕竟希望满世界跑丧尸的疯子还是不太可能存在的。而相比于担心出门撞丧尸，眼下最应该担心的还是恐怖分子。如今恐怖主义开始不满于自爆一类的极端模式，开始把眼光转向了核材料与生化武器。对于恐怖组织而言，核材料不乏神通广大之徒可以搞到，虽然整不出核武器，但不排除搞出脏弹的可能性。提到了脏弹，许多人就会联想到核武器所带来的污染问题。那么核污染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恐怖吗？微信搜索迷彩虎，关注后回复污染，了解真实答案。至于化学武器，中东地区的多次化武袭击，虎哥就不多谈了吧。可唯独这个生物武器，以目前恐怖组织的能力，应该还是望尘莫及的。毕竟细菌病毒不同于化学材料，可以在工厂、商店搞到。
此类物品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国家的严格监管。而就算有幸搞到，但专用的无菌实验室、培养仪器等设备及稳定的培育环境却够他们忙活的。假设前面的一切都已不成问题了，恐怖组织拥有了生物实验室，那么如此兴师动众，怕是早已引起各国情报部门的围观了。生化武器的诞生将战争的阴暗展露无遗。对我们而言，生化武器似乎是一个遥远的话题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也还是要保持一丝对危险的警惕。但请不要过分紧张，毕竟我们身处在一个和平的大环境下，而在背后保证这个环境的是一个震慑诸多宵小的强大国家。最后，虎哥为大家推荐一款与瘟疫有关的策略类手游。游戏中，玩家以上帝视角操纵自己的小细菌，去完成感染全世界的任务。游戏画面效果优秀，操作简便，上手度高。玩家可以利用 DNA 净化自己的病毒，使其更具威胁，并能选择病毒类型，达到不同的传染效果。微信搜索迷彩虎，关注后回复瘟疫下载游戏，用小小的细菌征服世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忠实战友菲菲。俗话说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我们的节目还需要大家的多多支持。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、想问的，都可以通通的告诉我哦。微信搜索迷彩虎公众号，回复虎妞加菲菲的个人微信，你有什么想问的、想了解的，都可以在那里告诉我哦。我们不见不散喽。